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复婚呼声高，冯绍峰、赵丽颖成最佳带娃合伙人。凌晨3点的上海某私立医院走廊，狗子的快门声像暗夜惊雷炸响娱乐圈。冯绍峰怀里抱着高烧的儿子疾步如飞，赵丽颖踩着平底鞋紧随其后，两人明明只隔半米，却仿佛隔着银河系的画面，瞬间让微博程序员集体加班。网友吃瓜小能手神点评：这不就是现实版前任攻略之带娃合伙人？建议民政局把复婚窗口改成合作签约式，当爱情变成有限责任制。这场被围观的深夜急诊，意外曝光了内娱最体面的离婚范本。别的明星夫妻离婚像拆定时炸弹，丰盈组合却把离婚证完成了战略合作协议，孩子是共同控股项目，抚养权是交叉持股，见面交接堪比上市公司开股东会。吃瓜群众分成两大阵营 ，CP 粉举着民政局我搬来了的灯牌，事业粉举着独自美丽物 Q 的应援手幅，场面热闹的仿佛4年前离婚官宣重现。海王上岸 vs 女王登基，回看这段娱乐圈闪电战，处处都是反套路剧情。2018年官宣婚讯时，某娱记曾毒舌预言，这组合就像西餐厅遇上路边摊，摆盘再好看也吃不到一个锅里。谁料4年后，西餐厅主厨冯绍峰在古偶剧里翻炒冷饭，而路边摊老板娘赵丽颖早已升级米其林3星主厨。网友辣评：离个婚把冯叔的演技打包寄给前妻了。原生家庭 Battle 实录。在河北廊坊的老式家属院里，赵家父母至今保持着晚饭后锁大门的习惯。邻居王姨回忆，迎宝带冯少爷认门那天，整栋楼的阳台都挤满了人，结果赵老师愣是没给开门，说我家门槛矮，别伴着贵公子。这种刻在 DNA 里的清醒，在幸福到万家和幸福怒私婚闹时达到巅峰。反观冯绍峰的家族聚会，照常在外滩18号流转，随手送母亲的节日礼物能抵现成一套房。当年筹备婚礼时，赵家要3书6礼8抬大轿，冯家想直升机空降马尔代夫，最终那场消失的婚礼早就在民政局系统里写好结局。沪上育娃风云录，在陆家嘴某国际幼儿园家长群里，想少爷是传说级人物。据知情人透露，小少爷日常由4位保姆组成的带娃天团照料，赵丽颖每月从剧组空降探视堪比商业考察。有次孩子烧糊涂了喊妈妈，冯母视频接通瞬间，镜头里赵丽颖正顶着第20条的伤痕装秒变温柔脸，这川剧变脸式育儿让在场人员集体破防。这种双城育儿技意外开创内娱新赛道。当大 S 汪小菲还在为电费撕逼时，丰盈已经玩转共享育儿模式。冯绍峰负责氪金装备，赵丽颖专攻精神 booth。儿童专家点赞，这配置比完整家庭的虚假繁荣强多了。从明兰到许半夏的进化论。横店某选角会上，赵丽颖指着野蛮生长原著里的钢铁女王许半夏轻笑，这姑娘我熟。如今的她与4年前《知否》里说着女人终究要自己撑得住的盛明兰形成奇妙闭环。离婚后接的角色个个带着杀气，幸福到万家私婚闹风吹半夏斗奸商第20条刚权贵，活脱脱现实版复仇者联盟。而冯绍峰在新居发布会上恍惚露出的那句顾磊，让我想起很多遗憾。被显微镜女孩扒出当天正是离婚纪念日，网友神补刀建议冯叔接拍消失的演技，绝对本色出演。娱乐圈新晋合伙人，当85花还在婚姻围城里玩密室逃脱时，赵丽颖早已解锁事业新地图。她的机场街拍永远夹着剧本，
工作室日程表精确到秒，连育儿都是沉浸式体验。有粉丝拍到，想在片场看绘本，赵丽颖用与凤航战神腔调给孩子讲恐龙故事，这波操作被教育专家评为新时代鸡娃天花板。虹桥机场的夜航灯划过天际，赵丽颖保温杯里泡着胖大海，平板上跳动着新剧本台词。黄浦江畔的豪宅里，冯绍峰正陪儿子拼着乐高，手机屏幕上是新剧的差评页面，两条永不交叉的航线，却在某个维度织成密网。这大概就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，不能共享心跳，那就各自闪耀。此刻某八卦论坛热帖突然飘红，赌5毛辣条，两人下次同框会不会带着新项目签约？吃瓜群众纷纷压住，这场离婚合伙人连续剧怕是永远不缺续集。2. 赵丽颖事件逆转，传闻遭央视指责后，官方回应，好友迅速发声。医院门口的监控摄像头大概也没想到，自己某天会成为娱乐圈模范育儿观察员。4月5日下午3点17分，冯绍峰的黑色座驾刚在医院 VIP 通道停稳，赵丽颖保姆车接娃的词条已经以火箭速度窜上热搜。镜头里穿牛仔外套的冯绍峰独自离开时，吃瓜群众火眼金睛发现后座那个戴着卡通口罩的小身影，正被赵丽颖团队熟悉的银色埃尔法接走。这场堪比谍战剧的育儿交接仪式，愣是把离婚夫妻带娃天花板的话题拱出3亿阅读量。比起孩子抚养权的其乐融融，另一场舆论风暴来得更戏剧化。某大学教授在电影频道点评《向阳花》时，用角色层次感稍显单薄的学术表达，经过18手信息贩子倒卖，硬生生魔改成央视痛批赵丽颖演技灾难。粉丝连夜翻出六公主官微3月15日的彩虹屁宣传贴，评论区瞬间变成大型找茬现场，说亲闺女待遇呢？这届黑粉 P 图都不带更新素材库的。化妆师马瑞下场对营销号时，还不忘自带专业打假20年话题，被网友戏称内娱最强售后客服。当85花们还在红毯争奇斗艳，赵丽颖早把人生剧本翻到新篇章。从花千骨里执着逆天改命的小骨，到现实中将儿子保护得密不透风的母亲，她似乎总在打破既定规则。网友翻出3年前离婚声明里的共同抚养，当时被嘲明星公关模板，如今再看医院门口的交接仪式，倒显出几分先锋性。毕竟在贵圈，能把抚养权执行的比婚前协议还严谨的，恐怕要追溯到王菲李亚鹏时代。向阳花票房破2亿的海报还挂在热搜尾巴，赵丽颖的制片人身份已引发业内震荡。这个中专毕业的河北姑娘，用16年时间把自己活成内娱最强进化样本，从被群嘲圆脸演不了女主，到手握风吹半夏、幸福到万家等转型力作，她总在观众准备盖棺定论时突然变道。就像某位剧评人说的，当你以为他要靠古偶吃到老，人家反手掏出现实主义王炸；当你认定流量明星当制片必扑街，他带着清明档票房亚军杀回来了。这场乌龙风波导向面照妖镜，照出流量时代的荒诞底色。教授的专业影评被截取成攻击武器，育儿日常被放大成道德标杆，吃瓜群众在真假信息里玩着大型密室逃脱。当央视官微亲自盖章表扬便批评纯属造谣，某知名编剧在微博悠悠感叹：现在夸人要带防伪标志吗？建议六公主下次放影评时同步开弹幕，省得有人阅读理解总考0分。看着赵丽颖工作室最新发布的4月行程表，剧组拍摄、商业活动、亲子时间安排的严丝合缝，忽然想起她某次采访说的：生活不是爽剧，但可以活得带劲。或许这就是当代独立女性的魔幻现实，要能在狗血剧情里保持清醒，在舆论漩涡中稳住方向盘。
当向阳花票房逆袭和赵丽颖接娃车价值100万同时挂在热搜榜上，谁又能说清观众到底在羡慕她的阿尔法，还是佩服她能把每段人生都活成高光剧集？